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最近中共建党100周年哦这个我们看到有许多关心中国议题的朋友都持续的针对这议题来做一些了解。当然，习近平也发表了公开的一些谈话，大家也不断做一些解读哦。到底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哦，有没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做一些关注的一些内容？我想最简单的方法是他们最近编写了一个中国共产党100年的这样的一个资料里面哦，大家可以不妨从这篇建党100年的这些他们的一个报告书里面，可以来了解一下他们自己怎么看待他们在这段期间对中国重要的一些影响。当然，然后这个这么爱面子的中共，当然是大吹大擂说在历史上面他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才能让中国走到现今这样对国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角色，人民富足等等，大体上是如此。不过我们看起来这一份这个报告里面，显然还是只讲好的不敢去面对他们在这一个所谓的建国过程当中，这个建党的过程所产生的一些面向。所以我想这个值得我们从他的这份报告来让我们来反推或者来观察，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应该去进一步深入了解的事情。那我们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老师，再次来帮我们做一下评析哦。我们欢迎我们闵老师。主持人洪林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当提到这个中国共产党100年大事记哦，哇，既然叫大事记，其实很多组织都会做大事记哦，一定是记载一些组织非常重要的一些时刻，当然有些也会愿意做一些反思哦。那从这个部分，我们请老师来介绍一下这本大事记哦，到底他写了哪些东西呢？对，中国共产党呢，从1921年就民国10年呢建党到现在呢，真的整整100年。这100年来呢，他们自己经过很多困难，然后对中国的冲击呢也非常大，到今天呢都还没有过去。当然，他们自己很高兴的活了100岁，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么个大事记。简单说呢，就是在上个月的最后几天，6月27号呢，中共中央呢，它的一个叫做党史跟着文献研究所文件研究院呢，发表了这么一个东西，叫《中国共产党100年大事记》。大概差不多10万字，各位在网上呢可以看到它的全文。从刚刚讲到1921年呢，写到现在2021年，然后一年那样这样写呢，写了100年，然后写了每年的这个重大的事件。就像你说的，他们这个第一呢，这个喜欢吹嘘，然后他们写的东西跟他们挑选的东西呢，是他的标准。在我看起来，大概有3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有些事情他绝口不提，第二个有些事情他颠倒黑白，有些事情他根本就造谣。所以吹嘘的都是他怎么伟大，因为共产党一向讲自己说伟大、光荣、正确嘛，所以这整篇东西呢贯穿就是共产党怎么伟大、怎么光荣、怎么正确。但是呢，在大吹大擂所谓的光荣跟成就的时候呢，他对人民所付的代价没有谈。对于中国的环境，不管空气啦、土壤啦、水这种环境污染所付的代价绝口不提。更重要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跟道德伤害，他绝口不提。那么这些我认为呢都是比较大的事情，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比较详细的谈一下。对，那如果这样子，我想就接着大家一定很想问说，老师，那从你的观点，他到底你觉得遗漏了哪些重要的部分呢？我想我们大概可以粗略分几个阶段嘛，一个就从建党到这个建国了，就从1921年到1949年，这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譬如像毛泽东执政，然后在邓小平执政，然后后面江泽民执政，或一直到现在习近平执政，大家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谈。第一个阶段呢，从创立共产党1921年呢到1949年呢建立政权呢，大概有几件事情呢是我们可以谈一下的。第一，你仔细看一下。他从头到尾没有谈共产国际跟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角色跟帮助。当年不是苏联共产党这么热心的去这个推动共产主义，然后推动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应该叫做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中国小组。他如果没有努力去推这东西的话，根本没有中国共产党。后来过了几年之后，他们才把它叫做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一直是这个共产国际的远东部的这个中国支部，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第一呢，这没有谈。
当然更没有谈苏联在当中对策略啦、教育啦、跟经费啦、跟这个武器各方面的帮助，这第一个没有谈。第二个呢，他讲了联俄容共，但他讲的是联俄联共，其扭曲事实不说。更重要就是怎么样钻进国民党里面，怎么样分化国民党，怎么削弱国民党，怎么破坏国民党，他只字为提。第三呢，等到被国民党分共清共之后呢，痛骂国民党背信忘义，然后呢逃到江西去，然后建立了一个国中国，然后慢慢向外扩张。实际上呢，就是分裂国家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谈。他当然讲的是建立江西苏区，但他完全是用美化的方式讲的啊，我们进行革命了。在中华民国看起来，你就是叛乱，就这么简单。好，那等到5次围剿他们打败了，他们逃出去，中共现在呢，乃至全世界都把它叫长征，它是长逃。为什么？从头到尾368天被国民政府军队追着打，这不叫长征，叫长逃。然后他为了逃命，但是他要美化一下，说我们不是逃命，我们是要北上抗日。最后逃到哪里去呢？逃到离日本军队很远的地方，叫陕西。原来想逃新疆的，为什么逃新疆呢？想得到苏联的帮忙。这话他也没有讲。抗战当中的这1分抗战，2分应付，7分发展，他也没有讲，这大家都很熟悉的了。抗战结束之后，在这个对日战争结束前几天，苏联对日本宣战，苏联的大军呢分4路呢打进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连续发了7道命令，命令他各个地方的部队向东北，然后向察哈尔这地方移动，然后去配合苏联军队侵略东北。他有没有讲？没有讲，这是彻头彻尾的汉奸行为。这事情要么就是绝口不提，要么就颠倒黑白，要么就根本造谣。那再来是发动内战。我过去曾经讲过，我说中共连这个事情呢都想赖掉。我到北京去开会，他们说内战是你们先发动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先开枪的，我说可以啊，我们来数数看。国民政府当时正规军大120万，然后民兵呢300多万，加起来400万出头。你共产党的军队呢90万正规军，90万到120万正规军，民兵300万，加起来400万出头。国民党跟共产党兵力差不多1比1，你说到最后你会放下枪来搞民主政治？我不开枪，你不开枪吗？你敢回答我这句话？北京没人敢回答我这句话。谁敢讲说我国民党不开枪，你共产党绝对不开枪？是不是这样？这事情在东欧我们都看过了。所以我刚讲那几句话呢，我不是乱讲的，这大概是第一个阶段的部分。我想听到老师刚刚提到的部分，大家可以针对这部分可以做一下了解。其实我就在想说，当然不能写当初俄共对中共的支持啊，为什么？这就标准的这个干涉内政，这个就是叛国啊，那不是勾结外国势力，当然不能写，不然我们的起头就是从勾结外国势力，这不是很丢脸吗？所以你们现在不可以，你们现在跟欧美来谈就是勾结外国势力。我当初不是，我是为了民族大义，这个是我有完全的正当性。其实你看起来是非常好笑了。当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谈到毛泽东这个时代，我老实讲，毛泽东在这个中国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引起许多其实现在大家都谈起了一个非常重要、重大，甚至大家认为是很负面的部分啊。那是不是？我觉得照刚刚逻辑，他们一定避重就轻吧？当然是。第一个就是5大运动，我们过去讲过，就是在刚刚建国的时候呢，分5个战线去清理这个他怀疑的人跟这个统治者社会。大概5大运动下来，我们看一下呢，第一，杀人多，杀人杀了非常多。我们常讲，我们说一个国家呢，在这个刚刚巩固政权的时候呢，你会清除一些敌对势力呢，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它不是说清除敌对势力。我们在这个比较进步的国家里面，你说你杀人，第一要依法，第二就是你要这个罪行是明确的，对不对？中共杀人呢，第一不依法，它是无法可依；第二呢，杀人不是因为你行为，法律判人判罪在比较进步社会人判罪是因为行为判罪，不是因为身份而判罪。中共是因为身份而判罪。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地主我就杀，你是国民党我就杀，你是三青团我就杀，你是什么我就杀。以身份杀人，不是以行为杀人啊！但是杀的比例呢又很高，然后数字很大。杀完人之后呢，夺取钱财，夺你的钱，夺土地，夺房屋，夺各种资源，不然不叫做共产党啊！这第二点。
第三点，在这过程当中，为了严密监控跟掌握这个社会呢，它摧毁了传统的道德，摧毁了社会的网络，摧毁了人际关系，摧毁了最后的人伦关系。所以这么一来呢，导致一个对共产党出现了一个对社会的全面掌控，这是2000年中国历史上没看到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3大改造了，对农业、对手工业跟工商业改造，进一步的夺取钱财、土地、资源等等。更彻底就是基本消灭私有财产，就中共官方自己讲，我把私有财产消灭到剩下7.1%，也就是说公有跟这个共有的这财产呢，到达92.9%。他自己讲说，把中国的经济结构彻底改变，但是同时消灭了什么呢？生产诱因。我没有了私有财产，我没有生产诱因，所以社会就停滞不前啊。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反右运动。反右运动基本上真的知识分子来，他们自己讲说反右扩大化了，其实还有另外结果，消灭了完全不同的言论，使得后面的胡作非为，没有人敢讲话，酿成更大的错误。他说反右严重扩大化，他没有给数字。官方自己愿意承认的反右打了多少人呢？打了55万人，最后平反了，剩下多少人没平反呢？说的少的剩下5个人没有平反。说了多的剩下1万人没平反，我就用多来算。假设当时中国7亿人里面或8亿人里面有1万个反右派分子，你需要发动一个全国运动去打他吗？你随便抓都抓完了。好，就算是1万人好了，最后打了多少？打了55万，也就是说扩大了55倍。校长说跟我讲说，明老师你当人太客气了，你每次只当1个2个，你多当点。我说好，我当55倍，这是什么概念？对不对？完全荒唐了啊！这第三件事情，反右运动。第4件事情，3面红旗大跃进。除了浪费资源、浪费劳动力、浪费资本不说呢，最荒谬就是制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的饥荒，死亡多少人呢？官方半承认是1500万人，官方半承认。而这个数字有趣的是，毛泽东在发动前就算过，他跟他的秘书李志绥讲过这件事情。他医生。他讲过这件事情，后来死多少人呢？3500万到4500万人，这是你难以想象的数字。然后再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红卫兵，然后去破四旧，不但破四旧，把人际关系呢进一步破坏，最后红卫兵之间人际关系也破坏，红卫兵呢发动内战，最后大概死多少人呢？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没有正确数字，一般来说呢大概是200万到700万，社会关系呢就完全破坏。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呢，你刚刚讲的毛泽东时期很多人他不愿意谈，是他在这边没有谈，在最早呢，在回头去检讨文革那几份文件当中，还多少谈了一下。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事情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现在呢，因为要回到那条路上去，所以这东西呢也慢慢不谈了。是，老师刚刚在针对毛泽东在整个我们刚提到应该要谈论的事情，显然是并没有太多的一些琢磨。那当然就回到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角色，就邓小平哦，因为邓小平大家知道，当然在许多的现在在谈到中国的很多经济改革的部分哦，当然都会说他当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不过他在任内当然还是发生6·4天安门的事件哦，我就很好奇，那这个在他的记录里面，它存在吗？存在。他说我们消灭了一场这个意图推翻我们政权的反革命事件。他当然说了，对，他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是。邓小平时代呢，中国其实原来有机会走上一个很好的转折。我们不是常讲说民主化吗？西方传统，我们过去谈过这个问题啊，就古典民主化理论是说，这社会呢，从农业社会或比较不发达社会，慢慢工业化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循序前进。当他运气比较好，大概10年、20年，最多30-50年呢，就产生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这中产阶级呢，因为有钱了，然后生活比较宽裕了，所以他需要有比较大的生活空间，包括言论空间在内。所以在历史上，在欧美经验，我们看到新兴的中产阶级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乃至扩张它的活动空间，会跟王权斗争，会跟公权力斗争。所以中产阶级变成自由化的推动者，还不是民主化，自由化的推动者。
所以社会呢，因为中产阶级不断的冲撞而慢慢开始放松，然后开始最后呢政权让步，然后再出现民主化。也就是说，当时邓小平起来推动这个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时候，原来是有这么个转折的机会的。好了，那么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苗头刚刚出现的时候呢，邓小平当时呢其实是有过民主想象的。你前面不是提过这件事情，说他们提民主吗？是他真的这样讲。邓小平在1980年1月份跟8月份分别做过一次公开的一次讲话，后来文字披露出来了，讲了就是党跟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基本概念就是民主化，而这民主化不是共产党的民主化，是真正的民主化。那为什么后来退回去了，后来退缩回去了呢？因为波兰发生团结工联，波兰的团结工联呢一闹大，事情一起来了啊，要去抗争。邓小平想说，万一我们要搞个团结工联，那怎么办？所以他立刻后退，所以就推出4个坚持，然后最后就收紧了。换句话说，邓小平原来有过民主政治想象，而这民主政治想象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刚刚讲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个人跟他家庭所受到的冲击，跟他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说他胆大一点，敢放手说我们走下去，来，我们让社会变迁。让中产阶级大量出现，我不打压他，然后呢改变我共产党的性质，这个时候中国有机会民主化。但邓小平害怕失去权力，所以这时候呢开始收紧。收紧的时候，我们不是提到吗？前面一个胡耀邦，后面一个赵紫阳，这2个领导人在中共的领导层当中，相对来说思想是比较开明的。所以胡耀邦呢本来想开放多一点点，但邓小平被挡住了。最后双方发生一些矛盾，就邓小平决定说把胡耀邦拔掉。邓小平决定把胡耀邦拔掉，拔掉之后就换了赵紫阳上来做总书记。赵紫阳思想呢，大概比胡耀邦再开放一点点。他晓得说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所以他谨慎的推动。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出了纰漏，我最近看到的，在怎么处理胡耀邦去世这个问题上面。然后这个共产党要不要悼念啦？然后采取什么形式呢？这种出了问题。按照现在最新的资料，现在看起来呢，赵紫阳想要比较隆重的悼念胡耀邦，开个10万人的纪念大会，然后肯定他的功绩什么等等。后来有人发现，这事情呢，听在邓小平耳里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想说，胡耀邦是我打下去的，现在你要纪念胡耀邦，你不是等于打我脸吗？等到胡耀邦纪念完了，你现在回来这个执掌政权了，那你是不是最后就要我的命了？所以最后决定说，我把赵紫阳打下去。所以为了要打掉赵紫阳，然后就扩大激化学生的矛盾，最后呢就拿这个借口呢打了赵紫阳，酿成6·4事件。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中共产党人到了高层的时候，绝大部分人的思想呢都变得非常恶毒。所以这经过6次屠杀之后呢，中国就大倒退。所以这政治上事件，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就在邓小平执政前后，就是真正执掌政权前后，中国开始推动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呢，不是件坏事，问题是你怎么推法，然后你的这个空间有多大？那现在的结果就是，第一呢，少生了几亿人，那现在还觉得说人口不太够了，现在说生了。当初呢觉得说少生小孩是对的，现在说多生小孩是对的，所以前前后你想，你这个错误政策酿成了多大牺牲，老百姓这个牺牲了多少条人命，更不要说杀女婴。现在我们估计杀女婴呢，大概杀到2000万上下，2000万上下。各位现在看到中国大陆人口统计，女孩比男孩少1000多万嘛，就差不多2000万左右嘛。所以这个是我们说邓小平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有他的贡献，但是呢，付出代价也非常惨痛。这个当然就是值得我们还是持平正版的部分来做一些反思哦。当然，回到江泽民的这个时期哦。要说他如果要说运气好的话，从什么角度来看？因为刚好国际氛围的一些改变哦，基本上很多的包含这个国际台商都纷纷进到中国大陆开始做这些投资哦。中国好像也开始在进行这些相对应的比较欢迎接受西方的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所有的一些资源哦。但当然也有一些很重大争议的事件，比方说法轮功被镇压的这样的事件，同样发
发生在江泽民的主政时期。老师，你又怎么看待这段时间呢？对江泽民时期呢，当然你可以从两边来看呢，一方面就是它有一个外因跟内因呢，使它能够经济发展。所谓外部因素，就6·4事件镇压的时候，不是美国各国都开始制裁它吗？后来呢，好死不死，伊拉克那个跑去打了科威特，伊拉克海山跑去打了科威特，美国要去打这伊拉克，因为美国如果不打伊拉克的话，伊拉克打完科威特之后，可能会去打沙烏地阿拉伯，那这时候他就宰制全世界石油，那国际上就莫可奈何他了。所以美国必须去打伊拉克，美国要打伊拉克就必须在联合国里面得到中共的支持，在联合国里面得到中共支持，就必须解除对中共的这个制裁，所以最后美国没办法了，就解除了制裁。中共在解除制裁之后呢，然后台商港商这时候呢就慢慢回到大陆上去，开始是小规模了，后来呢因为外商那时候都逃走了嘛，所以台商港商回去占领了很多阵地。当台商港商开始赚钱之后，国际商家一看说，哎，有机可乘，就陆续回去，一下子呢就带了很多钱进去。当大家把这些东西带进去之后呢，其实也造成一个很大磁吸效应，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人口也多，市场也大，然后制造力也强大，所以这么来呢，就把制造呢工厂呢整个制造业吸走了，然后也把国际很多市场呢吸走跟扩大了。这么一来，对经济发展来说好事，但对一个一党独大的共产或者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来说，却是极大的坏事。为什么？没有人监督，我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啊！这是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就是江泽民。江泽民是在这邓小平先后拔掉胡耀邦跟赵紫阳都提拔上来的，这个人是没有经过培养的，所以换句话说，没有强固的权力基础。那邓小平一方面要帮助他建立的权力基础，二方面呢，你江泽民自己要想办法建立权力基础。邓小平可以帮忙，但江泽民想出办法就是放手让大家贪污，我等于说卖恩惠给你。所以那个时候呢，各位看到江泽民在开始主政之后呢，92年主政之后，一方面外商港商都进来了，经济开始繁荣了。二方面就是内部要稳定局势，然后让大家转移视线，不去想6·4屠杀，你们去赚钱吧，大家就赚钱了。一赚钱一放手，然后他几乎是鼓励，就等于是鼓励贪污追逐金钱，这么来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叫道德败坏。啊，另外就是他跟这个俄国签订了那个条约，然后承认了满清以来我们从来没有承认的不平等条约，白白拱手让出去大概160万平方公里土地，大概40个台湾那么大的土地。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另外再说吧。那我们讲回这道德败坏，在道德败坏整个社会在开始往上走的时候，法轮功出现。法轮功是一个中国自古传下来的性命双修的功法，是一个佛家的功法。在当时你去查那些背景，查那些事情，第一，他教人家修真、修善、修忍，在道德上要求你提得非常高。第二，我们注意到，在90年代初期去修炼法轮功的绝大部分是社会主流，以当时的中上层的知识分子为主。大家可以看到，法轮功最早被打压那批人，全部是高校老师跟这个高中老师，也就是都是知识分子跟这教书人。这些人呢，第一，他原来对自己的物欲要求就比较低。第二呢，对自己道德标准要求本来比较高，再加上法轮功的熏陶呢，道德标准更高，所以整个社会一方面在向下滑，另外出现一个向上升的提升的力量，这两个力量在相拉的时候，本来如果你放手让法轮功发展，可以把整个社会带上来。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无数的案例，但是呢，中国共产党有个问题就是，他见不得在共产党以外有另外的力量跟他分庭抗礼，甚至说刚刚出露苗头而已，所以他非常谨慎地盯着这新兴的这么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那么这个道德提升力量，最后他决定说你在跟党争群众。换句话说，法轮功根本没有想这件事情，但在共产党眼里面看起来，你在跟我争群众，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打下去了。不但把法轮功打下去，然后后来开始活摘器官了、贩卖图利，那这东西就更可怕、更邪恶了。一个社会呢，有个向上的力量的时候，你把它打掉，最后大家得到结论就是，我做坏人比较保险，我做好人是危险的，所以我当坏人比较好。所以当好人被打出来，他等于鼓励坏人呢更加坏、更加猖狂。所以一路下来呢，就一泻千里、无可救药。今天中国大陆社会变成这样子了，你说他反贪腐，对，习近平反贪腐。为什么越反越贪越反越腐？
简单说，因为没有道德约束。外在的约束呢，基本上再怎么样呢，会有限制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江泽民时代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罪恶。当然，这个中共100年的大事记的部分还有许多可以来谈了。这个未来有机会，我觉得可以请明老师再进一步做一些分析哦。那我想最后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中和，你觉得如果很多民众还没有看过，或者也有人看过了，可能还不知道到底要看里面哪些的重要的重点，老师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结论跟大家分享？第一呢，我们不只是看中共哈，我们把这个人类社会200个国家横向来比较，比这么200年，我们发现，去适应工业革命挑战的道路有很多啊，有资本主义了，有法西斯了，有共产主义，有威权主义。现在看起来呢，比较成功的前期比较成功，一个是威权，然后后期比较成功是资本主义，所以这2个里面选一个呢，大概都还好。那选的比较不好的一个是法西斯，更不好的是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对于帮助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第一没有什么太大好处，第二它的代价非常高昂。为什么？第一，它理论邪恶，这我们前面说过了。第二呢，这邪恶的核心是什么呢？它嗜血，他喜欢看见血腥，他非常残忍。他不是说杀人就算了，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折磨人。从肉体上折磨人，从精神上折磨人，然后最后呢把你杀了，甚至把你切成碎块了，把你卖掉，这我们现在都看到的。大家说，你刚刚讲的杀人都是过去的，我们还没有数现在呢。新疆问题你怎么看？香港问题怎么看？我们前2年谈了那个大水灾你怎么看？武汉肺炎你怎么看？法轮功问题怎么看？火灾气候你怎么看？现在还在杀人。然后你说杀别人就算了，共产党的这种教条呢是自己人杀自己人，所以派系斗争非常残酷。所以统治的70年下来，我们看见了人民生活有改善，对，一小部分人有改善，改善是很有限的，更不要说空气、土地跟水的污染，你将来怎么办？我觉得更严重就是共产党把自己呢造就成一个新的阶级，一个新的压迫阶级跟新的剥削阶级。他告诉大家说，我们要终止剥削，要消灭阶级，就他摇身一变，变成了新的阶级，开始新的剥削。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摧毁了传统的道德文化，破坏人际关系，你说这样怎么办呢？我觉得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理论呢，最邪恶的部分就是不把人当人看，然后不肯反省，会再犯错。所以我常常在讲说啊，台湾今天比较小，比起来是看起来不像怎么样。大家想想看。如果70年前中国走的不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走的是三民主义的道路，会怎么样？第一，富足。假设如果中国人人均所得2万多美元，世界第1强国，毫无疑问嘛，对不对？美国现在也不过就几万块，你看中国人口是它3倍，你看平均下来的总数最大，所以第1强国。所以国家这个人民富足，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更重要就是不会死掉几千万条人命啊，没有必要这么付出这么惨痛代价，再加上环境的破坏，所以我才说呢，共产主义的这些清算呢，自己这样讲建党100年，他常吹嘘他是伟大、光荣、正确，这3句话呢，反过来看，我看比较准确。当然了，这个中共这个100年的大事记，有机会，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像明老师他在网络上可能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我觉得大家可以持平的部分去做一下了解。但也许有人会说啦，就像写公司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大事记，谁会写坏事？当然都写做了什么重要的事。好吧，如果你要用这样来谈，它是共产党自己的文宣品，当然要写一些好的。但回到史料跟史实，那我问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总要写断这段历史吧？这个总不能把它蒙昧掉，因为那就是真的发生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事情。那他敢真实的注记吗？就算你不要说是什么迫害，好歹你也是客气的会写说面临到的挑战，面临到什么好啊，那就真实的去呈现。如果有反省，这也代表一个政党他没有反思能力。我再强调，民主国家也会犯错，但会被监督，会反思。共产国家犯了错不检讨不反思，我觉得这怎么会是一个你们认为是一个伟大强盛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这值得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今天再次感谢我们明老师哦，谢谢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当然希望大家持续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按赞留言，然后可以转传，可以分享，可以开启小铃铛，让我们的节目随时
最新的讯息都可以通知大家。我们也期待啦，我们的节目其实可以影响更多人，让更多人更了解他们所面对的中共可能产生的一些威胁，对中共作为更了解的一些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才能有一些对应处理的一些方式啦。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教，给我们一些更多的讯息。如果您想要听什么想知道的这些内容，我们也欢迎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希望随时都把一些最新的正确的一些讯息跟大家想要的讯息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就再一次感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